你知道常規155毫米榴彈如果在坦克旁爆炸或直接命中是否有效？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120毫米尾翼穩定脱壳穿甲彈都不能说100%有效，155毫米的榴彈就更甭提了。可實際上，一輛坦克只要出現火力喪失、動力喪失或者徹底摧毀其中任何一種情況，哪怕它的主裝甲依舊完整，在当前戰鬥中就已經廢了。那麼好，有了设定後，我們就先來看155毫米榴彈直接命中坦克會發生什么吧。你是不是也觉得现代坦克普遍都有陶瓷复合装甲、乔巴姆装甲或贫鈾装甲，区依靠破片和冲击波的炮弹根本不是个儿？其實這種想法存在一個誤區，要知道坦克裝甲主要是為了應對穿甲彈和破甲彈而設計的，而155毫米榴彈不同於穿甲、破甲彈，它並不是依靠高速彈體像穿甲彈一樣集中能量穿透裝甲，而是主要依靠爆炸產生的衝擊波和大量高速破片來殺傷目標。因此，當155毫米榴彈撞擊坦克裝甲並在裝甲表面或附近爆炸時，即便沒有穿透坦克的正面主裝甲，其帶來的負面效果也可能非常嚴重。結果就是，即使裝甲外表看起來完好無損，其內表面也可能崩落出高速金屬碎片。這些碎片進入成員艙後，可能高速飛散，對裡面的成員、電子設備造成傷害。那如果是打在坦克最薄弱的頂部或尾部時，會怎麼樣呢？那恭喜你，可能直接達成徹底摧毀的這一奇效。要知道，現代主戰坦克的頂部裝甲通常明顯薄於正面主裝甲，不同車型的具體厚度和結構差異很大，但總體來說，坦克頂部、後部以及各種設備接口區域的防護通常不能和正面主裝甲相提並論。這就意味着，當攻擊來自上方時，坦克面臨的防護壓力也會明顯增加。面對155毫米榴彈爆炸產生的大量高速鋼制破片和強烈衝擊波，頂部區域，尤其是艙蓋、光電設備和其他外露結構都可能遭受嚴重破壞。如果155毫米榴彈直接命中頂部，或者在極近距離爆炸，其爆炸衝擊、破片和局部結構損傷都有可能進一步影響炮塔內部。而如果爆炸進一步破壞彈藥艙或者引燃彈藥，嚴重情況下甚至可能出現我們在戰場畫面中經常看到的飛頭現象。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並不是155毫米榴彈命中頂部後必然出現的結果。現代坦克在彈藥隔離、防爆以及洩壓方面存在不同設計，最終結果仍然取決於具體坦克結構、命中位置和爆炸條件。但坦克是會移動的物體，要是遇到會蛇皮走位的坦克，155毫米榴彈就更難命中了。那我們就假設155毫米榴彈在近距離爆炸。由於現代主戰坦克是信息化戰鬥平台，一些精密的設備大多布置在坦克裝甲外部，雖然它們通常會有一定程度的防護，但總體上仍然比坦克主體裝甲脆弱得多。一枚155毫米高爆榴彈如果在距離坦克5米範圍內爆炸，大量高速破片就會覆蓋坦克周圍區域，而一旦關鍵的光學設備、通信設備和傳感器同時遭到破壞，這輛坦克即使依舊能跑，戰場態勢感知、目標搜索、火控和協同作戰能力也會大幅下降。其次是動力喪失，坦克雖然皮實，但它的行走機構、履帶、負重輪和懸掛系統相比厚重的主裝甲要脆弱得多。155毫米榴彈在坦克旁邊爆炸，產生強大的衝擊波和大量高速破片，在合適的爆炸距離和命中位置下，有可能嚴重損壞坦克的履帶、負重輪和懸掛系統，比如履帶被打斷、負重輪損壞，或者懸掛系統發生嚴重故障。這時候可能出現一個非常尷尬的場面，坦克發動機還在工作，主炮也可能完好無損，但整輛坦克就是動不了。而一輛失去機動能力的坦克在現代戰場上往往很快就會成為後續火力攻擊的目標，甚至有很多炮兵在對裝甲目標實施火力覆蓋時，並不一定追求每一發炮彈都直接命中坦克，因為相比精準命中一輛高速機動的坦克，通過火力覆蓋制造近視彈有時更容易實現。只要一發炮彈落點足夠接近目標，破片和衝擊波就可能替炮兵完成一次範圍殺傷。對於炮兵來說，只要能夠讓坦克失去機動、失去觀瞄或者損壞關鍵設備，同樣可能達到讓坦克退出當前戰鬥的目的。